你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厨房全是焦糊味，这啥情况？老婆，我回来啦！你看我带了什么？姚希咳嗽2声。好的，我的丈夫。这条洗衣尾巴好像有点焦了，你等我下。你愣住了，洗衣尾巴？哎，老婆总是喜欢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垃圾。没错，就在1周之前，你闪婚了。下班路上碰到一个狼狈的女孩，在送她去医院后，发现她并没有家里人，帮忙照顾了一段时间后，你们俩一见钟情，2见扯证。是的，不要彩礼，不求车房，不办酒席，当天办完手续就搬进来了。说实话，你感觉老婆姚希真的是相当端着大气，甚至一度怀疑她是老牌贵族家的大小姐，离家出走才到这儿的。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黑西装跳出来，要大小姐跟他们回去吧？姚希收拾完厨房后走上来迎接，欢迎回家，我的丈夫。忽然他鼻子嗅了嗅，诶，这是超昂贵的香料。你举起手里的卤牛肉，对呀，今天给你带了这个的，刚买的，晚上正好加个餐。姚希有点惊讶，要知道香料这东西在他的世界里非常昂贵，堪比黄金。不行不行，我还在为复国而战呢，吃这样的东西会不会太奢侈了？有点小可怜的同时又有点尴尬。我本来想亲手给丈夫做晚餐，但好像厨艺失败了。一手总结，没关系。哎呀，离家出走的大小姐没做过家务也不奇怪。西占微型来到厨房，对了，做什么菜失败了？他尴尬，烤蜥蜴人，这么简单的菜我居然也无法做好，火气猛了，一不小心就把蜥蜴人烧成了灰，只剩一根尾巴。你说什么？烤蜥蜴人呀？这个呀，是我回魔法王国抓来的，想给我丈夫做一顿好吃的。没想到你笑了摇头，真想不到老婆说起笑话来还一本正经的。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拿出一个鸡蛋打在碗里，丢蛋壳的时候看到了垃圾桶里的这焦黑的玩意儿是啥？一条巨大的蜥蜴尾巴。哦，懂了，老婆一定是烤了一条大蜥，故意把烤蜥说成烤蜥蜴人，多了一个人字，就有趣的多了。老婆真的好可爱呀！无视这些端上饭菜，老婆开饭啦！姚希有点感动，多谢，我来到这个陌生世界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你，幸亏有你，我才能在这个世界维持基本的生活，感到安心。没错，就在几天之前，他还被一群追杀者包围，情急之下使用传送魔法逃命，无意中才来到这个世界，就遇到了眼前这个男人。他真的好温柔，亲切帮助不说，还买了干净的水和食物，好心把他送到医院，包他的伤口，连医药费都是他帮忙出的。一见钟情，2见扯证，就是这么顺理成章。你呵呵一笑，别客气，老婆，我们是扯了证的夫妻啊！说这些客套话干嘛？快吃吧！姚希轻轻嗯了一声，感觉有点对不起你。他用来办结婚证的一切身份材料都是用魔法变出来的。虽然他不懂这个世界的法律，但他知道用假证办的材料一定是无效的。善良的老公要是知道了，会不会很生气啊？不过证虽然是假的，但感情是真的。他能感受到这家伙身上没有任何血腥气味，温柔又善良，环绕着风之精灵都不会骗人。第二天一早，你看闹钟，糟糕，工作快迟到了，还有10分钟考勤，肯定是来不及。哎呀，要是迟到了会扣50块的。姚希眨眨眼，50块能买多少东西？差不多昨晚那一盘卤牛肉。什么？这个世界工作迟到的后果居然如此可怕！那些香料在他的世界可是价比黄金。唰的一下坐起来，偷偷咏唱：风之精灵，倾听我的呼唤，朝你一指，风之疾走。精灵附着在你双腿上，哎，跑了几步，发现自己前所未有的快。原来男人有了妻子之后，真的会爆发出潜力呢！哦，燃起来了！镜头一转，公司内，办公室主任站在门口。嘿，这打杂的小子今天被我逮住了吧？都已经8点29分55秒了，没有人能用5秒时间跑过这条长廊。姐，扣你50。下一秒，一阵狂风刮来，打卡成功。你挥挥手，主任早上好呀。另一边出租屋内，一只小精灵飞来，光臂一下成功赶到了他的宝座，没有迟到。姚希点点头，很好，退下吧。在镜子前照了照，老公家的镜子真是厉害，照得好清楚，比魔法王国的要清晰多了。好啦，开始今天的复国大计吧。手一挥，镜子泛起紫光，随后走入其中。很快到了下班时间，你今天带回来的是一块蜂蜜蛋糕。老婆，我回来啦。发现沙发上的姚希一脸疲惫。老公，你回来啦。老婆，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姚希摇摇头。今天我为了帮助一个猫人部落，率部下与一个鱼人部落打了一仗，魔力消耗有点大，才这样疲惫，让老公见笑了。你刚想吐槽，等等，成熟的男人都要懂得配合老婆的。竖起大拇指，哇塞，老婆可真厉害呀！姚希摇摇头，我一点也不厉害，今天都没能大获全胜，唉，现在的力量还是太弱了，这样下去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复国。哦，原来是复国的公主设定吗？握住手，老婆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我也会尽力帮你的。姚希甜甜一笑，谢谢老婆。你拿出蜂蜜蛋糕，看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甜食可以补充体力。姚希一闻，双眼放亮，里面有蜂蜜，这可是顶级的奢侈品。在他的世界里，两大贵族为了争夺蜂蜜资源是有可能发动战争的。老公对我真的太好了。这时你在厨房垃圾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鳞片，蓝色的，还有股光泽。老婆，这是什么？姚希嚼着蛋糕，那是蓝旗人的鳞片。我下午打仗的时候，用魔法轰杀了一个，无意间带回来的，才发现，这个蛋糕真好吃啊！你笑了，我的老婆真是可爱呀。为了开个玩笑，
居然还特意找道具补设定。回到客厅，发现他在纸上画了许多符号，很像魔法阵。老婆，这是什么呀？是火焰陷阱哦，放心，是用普通的笔画的，不会爆炸。你心里暗笑，会爆炸才怪，逗老婆玩玩吧。可惜我看不懂，要不老婆你教我点简单的魔法符文吧？当然可以啊，老公你看，我以前写的符文是标定它的发动范围，这排古老的数字显示它的触发半径是5码，而爆炸半径是20码。内圈这些每一个都是有具体含义的，这里是火焰爆炸的意思，这边是检测符文，当检测了有人进入触发范围，就会发动爆炸符文。你一看就懂了哦，这就是编程语言嘛。这个是 if， 这个是 else。if 有人进入这个圆圈的范围 ，else 发动火焰爆炸，对吧？甚至还能嵌套。妖姬面如惊讶，第一次知道魔法阵就能明白原理。老公，你说嵌套是什么意思啊？你拿笔画了起来，你这个魔法阵只用了简单的有人进入就爆炸的判断，很容易炸中自己人，对吧？哎，对啊，就是这样。说实话，这让魔法师们非常苦恼。你打了个响指，那简单，只要进行 if else 的多重条件判断就行。我举个例子，你是在帮助猫人部落对付鱼人部落，对吧？那就这样干 ，if 有人进入，那就进入下一层判断。如果是鱼人，炸；如果不是，就不炸。你可以把所有想炸和不想炸的人都列进去，就能精准的炸死那些自己想炸的种族。你低头写写画画，游戏中的眼睛，感觉智慧的光芒在纸上闪耀着。我老公究竟是个什么人呀？一出手就能改写开国大魔导士流传几千年的魔法阵嘛？虽然符文画的乱七八糟，但是我全都听得懂。好了，你拿着吧，我去洗澡先。妖姬带着点头，内心激动不已。如果真的能用，那兰陵人的偷袭就再也不用担心了。第二天，妖姬再次进入镜子，来到猫人部落，他们全都围了上来。女王陛下来了喵！挥挥手，情况怎么样了？猫族侍卫长走出，女王陛下，兰陵人昨晚没有来偷袭，只是在村庄外围活动，可能会和昨天一样，选择在下午发动突袭。妖姬点点头，去准备魔力水，咱们来绘制防御魔法阵。很快，他在外围新版火焰陷阱布置了好几个，侍卫长满头大汗。女王陛下，你这个魔法阵会否标定的太大了？后人好动，很容易被误伤。妖姬摇摇头，放心，你们的国王陛下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女王陛下说的是她在异世界找到丈夫。等等，这个检测有没有人进入的符文，您刚才已经画错了。作为女王的魔导老师，她有必要指出问题。瑶姬微微一笑，这叫做条件嵌套。啥？你继续看下去就会明白了，我的老师。侍卫长越看越皱眉，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首先检测有没有人进入触发范围，然后检测进来的是猫人还是鱼人，一个句子多重判断。侍卫长深深叹气，真是神迹啊！女王陛下，国王他莫非是一位睿智的大魔导师？他是个温柔善良的普通人。接下去，师徒二人又绘制了几个新魂陷阱，就等兰陵人自动入网了。到了下午，兰陵将军一挥手，带头冲锋。哇！密密麻麻的兰陵人从村庄三面的河流同时发起进攻，眼看就攻入，脚下忽然踩到圆环。拿着魔导阵的鱼人指着大喊：“魔法阵，快跳开！”兰陵将军用了一跳，下一秒轰隆一声爆炸，直接火焰吞噬，香喷喷的烤鱼出炉了。猫人们也反应过来，DC妙呀！我闻到了烤鱼的味道妙，有鱼吃妙。这时，一个猫人踩到魔法阵上，侍卫长呼吸一滞，可下一秒他非但没事，连鱼人触发火焰爆炸的火焰都没伤到他。等到了晚上，现实世界，你在回家路上买了些樱桃，老婆，我回来啦。瑶姬尝了一颗，老公，这东西很贵吧？你打肿脸充胖子，不贵，咱们家吃得起。那这一袋能换多少乳牛肉，或者多少蜂蜜蛋糕呢？2块乳牛肉吧，蛋糕大约3块半。瑶姬手一抖，前天的乳牛肉香料价比黄金，昨天的蜂蜜蛋糕可以引发战争，而今天这奇怪的水果竟然比香料和蜂蜜还贵。她虽然贵为女王，可是为了复国，过的全是瓜的日子，财力全都投入到了复国用的魔法材料兵器铠甲上。老公怎么可以对我这么好？一走进厨房，发现多了个鱼刺。老婆，这又是啥？哦，是鱼人族的鱼骨剑，我不小心带回来了。你配合表演，老婆真厉害，佩服佩服。瑶姬小脸微红，不，老公你才厉害呢！你画的魔法阵帮助猫人族打了胜仗，他们都有跟我结盟的意向了。你想了想，不如一次性听个详细版本的好了。老婆，干脆把你复国的事儿详细跟我讲讲吧。他点头，这种事儿也不该瞒着老公。我出生于法兰王国，又被称为魔法王国，我是第10世女王。16年前，大公爵发动政变，只有4岁的我被视为就是王宫。长大成年后，我开始准备复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是追兵将我打伤了。你回忆了一下，还真是有点像。当时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的确裙子上破破烂烂的，问他怎么了，也只是说不小心受伤还迷了路。没想到现在把设定给补上了。点点头，好吧，大致情况我都了解了。那接下来你打算从哪一个方向继续复国大计呢？复国最重要的还是兵力。我准备首先拉拢各种夜行种族，例如猫人族，他们将会是最可靠的盟军。说到这儿，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两家的物质是必须要守恒的。从魔法王国那边拿了东西过来，就必须从这边拿对应的东西过去，不然长此以往，两家的能量平衡会被打破。你心里都快笑出声了。
哦，你从魔法王国那拿了多少东西过来呢？我本人不算，因为我每天都在穿梭，主要是一个蜥蜴人跟昨天的鱼灵，大概半个人那么大的一块肉或者东西。你想想，这事儿不难，这去菜市场卖5-60斤猪肉也是。等等，我老婆要这么大一块肉用来干嘛？这背后肯定有深层次原因。对了，猫人，他说要招揽猫人向他效忠，懂了，全都懂了。其实就是投喂外面的野猫，然后想收养它们，说不定就是小区楼下的那几只大橘。老婆问我要那么大块肉，就是要用来喂猫的，那就简单了。在这等我，马上回来。几分钟后，你看到几袋猫粮，这玩意儿他们肯定喜欢。第二天，风之精灵照常报告了进度，报告女王陛下，国王已经安全抵达了他的宝座。瑶姬整理了些衣服，好了，老公已经开始工作了，那我也该努力了。带着猫粮穿过传送门，刚一到部落，几只猫人窜出来，我闻到了好闻的味道喵，我也闻到了喵。女王陛下，这是什么啊？是为了冷风，用侦测术探查后吓了一跳，这些颗粒物里面的材质叫如此丰富，有鸡肉、鸡肝、牛肉、胡萝卜、白菜、燕麦、虾仁，还有好几种我都没见过的食材。这是用了什么高明的炼金术，将它们炼制成这样的小颗粒，太神奇了！瑶姬点点头，一开始我也如同你们一样吃惊，不过能想到我丈夫随时能拿出各种香料、蜂蜜，甚至能轻易改写魔法阵，这种炼金术也就还好啦。这倒也是。很快，猫人们围着沙开饭，喵！从未尝过的美味喵！我要尝尝喵！好像，分我一颗尝尝喵！瑶姬一脸诧异，他们居然这么喜欢。猫人族长银渐层跳出来，通通住手喵！这是女王陛下的赏赐，把它们放进仓库里，以后逼了功能的人才可以享受喵。刚刚尝过猫粮的猫人们舔着爪子意犹未尽道：“哎呀，真好吃，可惜不多喵。要是能让我天天吃上这个，该有多好喵！为女王陛下而战的话，是不是就经常能吃这个了喵？”冷风低声道：“女王陛下，猫人一族生活困难，为了解决食物问题，他们或许真的能跟我们结盟。”瑶姬摇头：“你是想让我的老公为一族人提供食物吗？一位国王也很难靠一己之力供养一支军队，就算能行，两界之间的能量也会失去平衡。”忽然想到，那我再带点东西回去给老公不就好了？时间很快来到晚上，今天你回家发现垃圾桶里多了根奇怪的水草，老婆，这是啥？哦，那是水浮草，会缠住敌人的脚，把尸体当成养分。你把它丢了回去，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在垃圾桶里啊？侍卫们今天潜游寻找鱼人族巢穴的时候，差点就中招了，我拿回来研究研究。你脸心惊，这也太危险。瑶姬叹气，危险还是有的，复国之道布满荆棘，这点危险也不算什么。我们已经尽量用水之精灵侦查了，但魔力不允许，还是得靠他们。你笑出了声，怎么每天都有新设定啊？老婆，那我有个好东西，能帮你的侍卫们解决这个问题。在箱子里一顿翻，那你看这个水下拍摄用遥控鲨鱼，能用手机遥控拍摄，10块电池轮着换，能用5个小时，给你用它来寻找鱼人巢穴，保证好用。瑶姬左看右看，脑袋一堆问号，这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你是说可以用这个启动水中侦查？没错。场景一切来到小区分水时，看着手机屏幕上清晰的石头、水草和小鱼，瑶姬人傻了，这是何等厉害的魔法秘宝！想要达成这种效果，至少需要好几种魔法，例如投影魔法，将水底影像透过鲨鱼眼睛投射到手上的魔法宝具；第二就是要远程操控魔法，你在岸上操控水里的鲨鱼，这可不是什么普通小魔法呀！而且在使用的时候没有动用任何魔力，用侦测术发现鲨鱼身体里被称为电池的密宝里储存着满满的雷电系魔力，通过缓慢释放，让普通人也能使用这种魔法秘宝，太厉害了，实在太厉害了！整个魔法王国都找不出如此厉害的秘宝。老公，这么宝贝的东西真的可以给我随便用？你笑了笑，一般人我是不借的，但是我老婆嘛，你随便玩，弄坏了我再买一个。老公，谢谢你。第二天清晨，瑶姬手头的鲨鱼视听珍重道：“我的老师，请你带上这个去寻找鱼人的巢穴。”侍卫长一脸严肃：“我会好好使用国王陛下赐下的秘宝。”记得提醒，这些雷电系魔力要是用完后带不回去，可能也会影响两界平衡。瑶姬听后一惊，我明白了，我需要带些等值物回去，我会带什么好呢？侍卫长拿出个红宝石，这里面蕴含的一些魔力应该刚刚好。这个红宝石的话，虽然比不上那么珍贵的魔法道具，但希望老公不要介意才好呢。另一边，你才走到楼下就被房东喊住：“小肖，这个月的房租1200块，电费114块，还有物管费51块钱。”你点头，转过去后看见还剩下几百的余额，忍不住叹气。接下来又省着点花了，今天就给老婆买串冰糖葫芦吧。画面一转，来到家中，老婆回来啦，来拿着糖葫芦。瑶姬又惊了啊！
这么大一块糖包裹着的水果，最近魔法王国的女王陛下被各种奢侈品食物给惊得不要不要的，一边吃一边说：“老公，我今天从魔法王国带了东西回来，你看这个。”你吓了一跳，我操，好大一枚宝石！虽然早有怀疑，但我老婆不会真的是什么贵族家的大小姐吧？老婆，你打算如何处理啊？妖气眨眨眼，无需特别处理，只要它存在这个世界，就能维持两界平衡。所以这个宝石就由老公随便找个地方处理吧，扔掉砸掉都是可以的。你眼前一亮，懂了，全都懂了。老婆的意思是让我把它卖掉换钱吧？哎，都怪我太穷，害得他这种千金还得变卖珠宝首饰来补贴家用。小凡，你该努力赚钱了。今天休息日，你找了家珠宝交易行，将宝石换了14万，加上手里的存款，能够搞点小生意了。至于做什么，你也早就有了想法。现在养猫养狗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小型猫粮加工厂刚刚好，算上加盟，手里的钱也正好够。